上万亿投资，难度远超三峡大坝的红旗河工程到底是真是假？对环境生态、国际外交和地缘政治方面有何影响？印度为何大力反对？中国作为陆地国土面积世界第3位的国家，96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之下，南北地区跨度极大，生态环境差异明显，导致了面临的问题也各不相同。中国西北地区身居中国西北部内陆，距海遥远，再加上高原、山地地形较高，对湿润气流的阻挡，导致地区降水稀少，水资源十分稀缺，大多地区荒漠覆盖，风沙密集，生态环境十分脆弱。黄土高原就是西北地区最典型的地区风貌，但同时西北地区的资源也相对丰富，国际边境线漫长，非常利于边境贸易发展。为了改善西北地区的环境影响，也为了西北人民能够更好的生活，在新中国成立的第3年，新中国开国领导人毛泽东便在视察黄河流域时提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这句话就成为了中国南水北调工程的源头。这确实是一个宏伟的构想，但南水北调的难度太大，当时中国的技术水平也远远没有达到这一要求。在科研人员们几十年的不断论证试验下，最终南水北调项目在2002年正式被审批立项。这个关乎国运的千年工程共分为东、中、西3线。东线工程从长江水下游扬州抽引长江水，利用京杭大运河及其平行的河道，逐级提水北送，将浩瀚的长江水引到山东、河北一带。中线工程从丹江口水库调水，沿京广铁路西侧北上，可基本自流到终点北京。西线工程尚处于规划阶段，并没有开工建设。正是这样一个设想了50余年，建设了20余年，至今仍未完全建成超级工程，惠及了4亿多中国人口。其中东线工程为安徽、山东、江苏、河北、天津5省市净增供水量143.3亿立方米。中线工程使北京年均受水量增长了10.5亿平方米。截至2021年，南水北调工程已累计调水494亿立方米，有效地缓解了中国北部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是实现中国水资源优化配置的战略举措。南水北调工程切实地解决了中国华北地区的水资源稀缺问题，但这并不够。古今中外，生态环境和地理条件始终是经济社会发展和演化的基本制约因素。2022年的今天，无论是中国中部地区的进一步发展，还是未来西部地区的大开发，都必须将生态承载力、资源承载力等作为基本约束。中国西北地区的水资源匮乏问题依然是中国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在国际贸易战和全球疫情的叠加影响下，中国也提出了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和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中国近年来无论是在经济发展还是在国际形象上都有着显著的提升，但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也更加凸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红旗河西部调水工程？这项工程自2010年左右开始，每年都会有很多的新闻报道出现，网上流传着许多关于红旗河西部调水工程的讨论，其中讨论最多的是这项工程预计耗资4万亿，其无论规模、投入、难度都是远超三峡水利工程的100年甚至1000年大计，是关乎中国国运的超级逆天工程。可以看出，红旗河工程的头衔是蛮多的，但10年过去了，这项工程仍然没有任何动静，但是相关的话题是只多不少。中国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还发表过关于红旗河的专业论文。中国水资源所所长在17年的清华大学水利系演讲时，也将红旗河项目作为演讲主题，这就让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对此是将信将疑。网上对于红旗河项目真假的讨论更是不计其数，甚至这一工程的消息都已经传到了印度，引起了广大印度人民的不满。那么红旗河西部调水工程到底是舆论骗局，还是真的国家100年大计呢？到底是怎样的工程能投资上万亿，被称为超级逆天工程？如果这项工程是真的，对环境生态、国际外交、地缘政治方面有哪些影响？印度人民又为何极力反对？根据网上对于红旗河西部调水工程的讨论了解到，红旗河工程是将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水资源往广大西北地区的红旗河西部调水的方案。该方案以雅鲁藏布江、怒江、
苍兰江等水量丰沛、利用率低、工程较高的大江大河作为水源，以绕行青藏高原高程逐渐降低的全程自流方式调水，以红岩河、漠北河、春风河为主要支线，为广大西北地区提供供水能力，设计总调水量高达600亿立方米每年。600亿立方米什么概念？是南水北调建立20年至今调水量的3倍多，而且这还是每年的调水量。如果这是真的，红旗河调水项目建成后，足以将中国西北地区的上亿亩沙漠变成良田，中国西北部地区的水资源稀缺问题也将被彻底解决。如此利国利民的项目，为何会受到许多人的质疑呢？如果是因为10多年仍然没有任何动静，未免有些太牵强。毕竟南水北调的提出到未完全实现也花了70余年。之所以红旗河项目受到质疑，是因为其实现难度巨大。这里的难度不同于南水北调或三峡水利工程这样的难度，其更是一种不切实际、天马行空的难度。首先，我们前面说到了红旗河项目是以绕行青藏高原为渠道的。所谓沿青藏高原调水，就是在中国第1级台阶与第2级台阶的接触的地带带来自流调水。这2级台阶的地缘带或接触带，是中国著名的高山过渡地带、断层带、岩层破碎带、地震带、泥石流滑坡带、山脉和沟谷交替波浪起伏、高差变化悬殊。这样一个地理环境十分复杂的地区，要实现绕行完全不现实，起码目前的建设水平还未达到。其次，600亿立方米每年的调水量也不是非常具有可信度。我们前面说到了红旗河项目的水源是雅鲁藏布江等江河，但每年的11月份到次年的4月份，这6个月是河流的枯水期，甚至部分河流在冬季还处于结冰状态。本身河流的水量还要维系流域内的生态、生产和生活用水，难以支撑跨流域调水，并且地理因素导致的沿途断裂的地面会让水分渗漏，沿途干旱的地区会让水分蒸发，引导技术的不成熟也无法高效利用水源。针对如何确保水源的利用率，依然没有实际的解决方法。虽然红旗河工程难度巨大，实现起来很难，但这一消息流传到印度后，引起了印度人民的强烈反对。据了解，2003年中国提及在雅鲁藏布江修建大坝时，印度外交部便声称拥有河流使用权，并敦促中国不得在上游进行任何有损下游利益的活动。雅鲁藏布江的上流流域在中国境内，下游流域在印度境内，在印度被称为布拉马普特河。印度农业的发展非常依赖于布拉马普特河。印度认为，如果中国红旗河项目一旦建成，就会导致苍兰江流入印度被截流，影响恒河的水量。恒河在印度的地位大家都清楚，所以印度对中国红旗河项目表示强烈的反对。目前讨论红旗河项目的真假并没有确切的定论，但在未来说不定能够得以实现。如果这一超级工程是骗局，中国有关部门应该早已对此展开了调查，并且红旗河项目最开始流传开来是源自于一个民间机构，自然得不到人们的认可。但如果红旗河项目是国家行为，未来50年就有可能出现转机。